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一课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第2131题，所谓的 longest palindrome by concatenating two letter words 啊，它的题目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给一个阵列的字串叫做 words， 那每一个元素呢，它就是两个小写的英文字母。好，那他要请你去建造一个最长的，可能当中最长的 palindrome 所谓的回文。好，那就是要从这个 words 里面去选取，那你可以用任何的顺序。那每一个当中 words 每一个元素呢，它最多只能被选一次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请你要返回的是它这个最长的 palindrome 的长度。如果不可能的话啊，如果实在找不到它这样的 palindrome 的话，就 return 0啊。那所谓的一个 palindrome 一个回文啊，它这边指的是字串嘛。当然你从头或从尾啊去读，它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相关的一个例题。好，我们就看这里的例题。第一个例题 words 啊，它是有3个元素，当中它有一个元素呢，它是重复的2个字母啊。那重复2个字母呢，它只出现一次，所以它这应该是要在中间。另外呢，这2个它刚好是成对，好，所以你要是 LC， 这个 CL 或者 CL。LC， 那这3个元素都可以用，所以呢，原则上它的答案当然是6，这没有问题。好，第3个例题我们稍微看一下，这里有些是有成对，有一些是没有成对的。这个 LC 跟 CL 是有成对， TY 跟 YT 是有成对，那 AB 跟 AB 它是不成对的。好，所以原则上我们这里当然就是把成对的加上组合起来，所以它就会形成所谓的palindrome。所以原则上就这4个元素去做排列组合。比方说我们这边 LC， 这边当然 CL， 然后中间的话我们要 TY 或 YT。它这边当然可以去做一个调整。那这样所组成的 string 呢，它当然是 palindrome。好，所以这里的答案当然是8。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例题3。例题3的情况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例题3的话，它基本上都是所谓的double letters。那 double letters 呢，它一般来讲，而且它三个元素里面也只有出现都是一个，所以原则上呢，你就是取任何一个摆在中间，比方说是 CC 或 LL 或是 XX， 基本上它答案都是2。那从这3个例子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分析出大概一些解法。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constraints。constraints 呢，它的 words 的长度最长是可以到10的5次方，也就是10万。那 words 它的长度，因为它只有2个元素嘛，2个字母，所以是2。那同时呢，它只有小写的英文字母。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怎么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好，
我们的解法，我们当然第一个首先解，我们是直接就用 C++ 去解。好，那 Python 我们也有解，但解法稍微略有一点不同啊，主要是考虑它的一个效能。那以C++ 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能用阵列就用阵列，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不用所谓的hash map。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就C++ 的解法，我们就宣告一个2D 的一个阵列啊，基本上就是26乘以26个元素。那它里面有所谓的 ij 啊，基本上 ij 就是w 0减掉 a， 那j 的话就 w1 减掉 a， 好 ，a 这个字母。然后我们要传回去的答案是叫 PAL， 所以 polygon 啊，前面3个字母。好，我们先考虑的是有关于它，特别是2个所谓的 double letter 的一个情况啊。double letter 的情况，我们要用一个 loop 啊，从0到25i 的话，那基本上它如果是所谓的成对，当然我们就取其半啊，它有可能是奇数个，然后只要是成对，只要成对一次就乘以4。那我们看看它这里它是不是可以摆在中间哦？就是所谓摆在中间的意思，也就是说，当它这个值frequency 在 i 的值呢，如果是奇数的话呢，那当然在这边的话，它就可以把它摆在中间哦。所以我们这个 has double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设为 true。好，那所以在第5个步骤，如果是它是可以摆在中间的话，我们这边当然只要再加2啊，再加2，所以这边就乘以2。好，另外呢，就是要处理另外一个 loop， 就是当你的 ij， 那我们这里一个限定就是i 小于 j， 那 ij 呢都是0到25啊去跑，所以它基本上它在C++ 的版本它就是一个 double loop。那所以你要成对，我们当然是 frequency 在 ij 跟 frequency 在 ji 它里面的比较小的那个值，那你只要是成对，就是一次乘以4，然后再把它加到我们的 par 里面啊。最后我们当然是回传的值啊是 par 啊 PAL。另外呢，我们要说的是 Python 的解呢，我们是用counter collection 里面的一个 counter 啊，那基本上它是可以算是dictionary 里面的一个 sub module 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力克的实际解的一个状态。好，那在这边的话，是我们在这里显示的话，应该是它的 Python 解。Python 解的部分，它比较简洁。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我们就用 counter， 所以直接去计数。那我们的逻辑也是一样，我们要看它是不是有所谓的 double letters 在中间的情况，一开始当然设为 false。我们要传回去的值也是PAL。好，所以我们在这 frequency 里面的 items 它的 key 跟它的 value， 我们看如果是 key 0跟 key 1是相同，也就代表它是2个是相同的字母啊。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将它的值用整数的除法除以2，然后乘以4啊，那成对的情况。如果当中呢它是有奇数的话，我们当然就设 has double 设为 true。好，另外情况就是所谓我们刚刚碰到 i 这一情况，那我们这边是限定key 0这个字母呢是小于 key 1这个字母。好，它的所谓的 reverse 当然也就是将 key 1跟 key 0做一个颠倒，然后我们呢取
它这边的值 VAL 或者 frequency 在它的 REV 的里面比较小的，它乘对就乘以4，然后加到 PAL， 最后我们就 return PAL 加上 hex double 乘以2。好，这是我们在 Python 的一个解答。那我们让它执行一遍。好，3个 case 应该都是正确的。那我们让它执行，让它 submit。好，那在这边的话，大概是47毫秒，哈，所以大概也还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在 C++ 的情况。C++ 的情况，我们其实刚刚大概就讲过了。那一样，我们也是把它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先处理它是所谓的 double letter 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它两个字母呢是不相同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让它执行 submit。好，那 C++ 的速度就比较快，当然原则上它就几毫秒就完成了。啊，快的话甚至在0毫秒。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